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 SP 司马懿的配对。队伍来自第一战区的大佬，这支队伍是目前所有 SP 司马懿的队伍里胜率最高的一个。然而，有一点比较意外的是，经过测试后发现，现在即使是在老区，也是用张春华羁绊会比较好的。老区使用张春华羁绊的理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它的坦度更高。张春华羁绊能提升减伤，最重要的是在场上有其他防御型武将存活时，会使 SP 司马懿在受到单体伤害时提升 20% 的格挡率，且最终抗爆率提升 140%。如今的 SP 司马懿部件不齐全，命魂张星辰还未上线，加上相柳又提前上线的打击下，目前的坦度是不够用的，所以急需要老婆张春华来提升坦度。如今最强的输出吴子辽、马超和关银屏全都是单体攻击，也是 SP 司马懿最害怕的对象。所以张春华针对单体攻击提供的减伤是当前环境十分受用的。老区使用 SP 司马懿的坏处就是输出会有所不足。因为张春华羁绊的输出重点是在神兵和灵宠身上，老区的神兵真的很有限，灵宠在圣物的加强下，至少还是能有点作用。这也是为何我们要带 SP 张辽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因为可以提升输出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SP 张辽进入隐秘后，可以为队伍提升格挡率，进一步填补队伍坦度的不足。SP 司马懿必定是占1号位，详细的可以去看解析视频。简单来说，这个位置可以达到更好的解控和提升队伍坦度的效果。SP 张辽占4号位，就是要对准敌方1号位的主力来输出。2号位是水镜，水镜的作用就是提升防御型武将的坦度、回怒和治疗，还有最大的功用就是自我复活的能力。如今水镜为防御型武将复活的能力几乎已经没什么作用，因为在目前高压的输出环境下，被复活后什么增益效果都没有的武将，很容易被打一下人又没了，复活已经等同是零作用。如今复活最大用处也只是用来挨一次打来拖时间，因此最多可复活5次的水镜就成了最能拖的人。有时运气好，水镜多复活几次还真的能改变战局。另外，因为这次使用的是张春华羁绊，所以复活也多了几个能力。一旦有我方武将被击退，就可以恢复神兵气势值，还有 80% 概率使灵宠释放一次主战技能。水镜的多次复活就能增加主战灵宠出手的机会。3号位张星辰，即使现在没有命魂，他也还是最强之盾，所以必须要上。张星辰的主要能力是在专武上，所以专武必须要有。张星辰在受到怒攻伤害时，有概率给全队增加1层护元盾，而他最强的减伤，就是在护元盾消失后，能使该武将在受到下一次怒攻伤害前，最终减伤提升 70% 的能力。5号位 SP 刘备，这次使用的是张飞羁绊，而不是常用的赵云羁绊。原因有几个，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支队伍以防御型武将为主，防御型武将怒攻慢，在缺乏 SP 张飞在队伍的情况下，这支队伍添加简易和冰封的能力会十分有限，想触发切剑也会比较困难和被动。而且 SP 刘备2个切剑的效果对盾队来说用处也不大，所以还是用张飞羁绊的效果更好。张飞羁绊能开场为 SP 刘备添加神念，提供 100% 最大生命值的血量，并且可为刘备承受 30% 的伤害，并且还给了 SP 刘备怒气降低命中提升，己方武将盾破后，使敌方当前怒气最高武将失去全部怒气的能力，并且在任意己方武将获得护盾时，还有概率为自己也复制一份护盾，增加自身的生存率。SP 刘备提供的盾破效果是支撑队伍生存的重要能力之一。盾破使敌方怒气最高的武将失去全部怒气的能力，能大大减少我方被敌方连续怒攻输出的机会。另外，若被打破护盾的是蜀国武将，还有概率随机使敌方1名武将冰封，这也是盾队救命的手段之一。
有时面对五子辽这种输出快的，直接靠盾破来施加冰封，反而是更好的方式。若是幸运冰封了对面其他五子良将，尤其是张合，就可以有效降低五子辽的输出频率。最后一位蔡文姬，自然就为了提供免死的战魂战灵。SP 司马懿可带长驱瑶光，也可带弱点瑶光。SP 张辽带长驱瑶光，其他4位带连携武曲保命，其中掺杂一些怒焰瑶光来降低对面的减怒抗性就好。主战灵宠实测还是带腾蛇的胜率最高，因为它能攻击血量最低的一列，而且还可以驱散3个增益，和有概率使未来添加的增益和回血失效。当中的增益也包括了护盾在内，所以很符合如今的版本需要。如果没有腾蛇，就带白泽吧。助战是水猴子和香柳，如果没有不管换什么，胜率都是下降的。可以考虑带夫珠来提升第1回合的生存率，但是对上鼠控就完全没有作用了。善灵带狼灵，没有就却灵。神兵可以配合 SP 司马懿攻击前排的特性，带上新庭猴刀来针对一下前排，减怒，减怒气恢复速度，减最终增减伤、攻击和防御。或者新区也可以考虑带斧头来针对一下后排，尤其是鼠控多的时候。最后是战斗技能，带羽化灯仙来减伤，带安居乐业来加盾。灵宠圣物，主战带星芒或碧落套装，助战带赤焰和碧落套装。当前版本最强势的4支队伍是 SP 司马懿队、马超鼠突、关银平鼠控和五子队。这支队伍和以上几支队伍都能打得有来有回，主要还是看硬件的高低。当中比较害怕的还是鼠控，尤其是有命魂吕蒙的鼠控，其次是鼠突。SP 司马懿内战，我自己是比较少遇到。另一个 SP 司马懿的配置是神念队，这队伍打鼠控和鼠突的能力会比较弱。详细的我就不多做介绍了，只单说个比较老的武将专武夏侯惇。夏侯惇是专门用来打五子队的，主要是利用它能为相邻武将扛伤害的能力，来降低五子辽造成减员。除了能减伤外，夏侯惇特殊的为队友扛伤机制也能打乱张辽的输出。因为张辽只会在攻击相邻武将，而且不会攻击重复的武将。当夏侯惇替旁边的武将扛了伤害后，就会被视为被攻击过，这时张辽就无法再攻击身旁的夏侯惇，有时连击就会这样被硬生生的卡断了。详细的我们就来看一段视频，有时就可以这样靠运气的把五子的伤害给扛下来。另外，夏侯惇还有个反弹300%伤害的能力，当你遇到伤害超过的 SP 张辽时，你甚至有可能直接把对方的张辽给反死。以下是对上战力比我高100亿的五子队视频，可以看到对面的张辽是直接被龙魂技给反死了。这支神念队在打鼠控和鼠突时胜率会较低，可以考虑把主战腾蛇换白泽，利用武将死亡白泽出手控制来提升胜率。反正现在 SP 司马懿的对局随机因素都会比较高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